换一下。有点小，还好。哭死了！为什么哭死了？红色秋裤，我们深圳是不穿秋，我们广东是不穿秋裤的啊。我漂亮鼻子帮我马上比。什么力刀啊？什么力？什么力刀？这还好吧？跟我回家才叫刀啊！跟我回家才刀。小薇是甜甜吗？不是。你对龙二那句很内疚的那场戏用了一堆纸啊。无法连接网络，请检查网络状况并重新尝试吧。反正我这个角色就是到处亏欠，对这个也亏欠，对那个也亏欠，我这角色真的是，哎呀，找到罗勇了。林茂这个角色塑造很好，林茂这个角色就是他没，对我而言，就是林茂这个角色，就是很平常的一个角色。小爱同学，打开 QQ 音乐。小爱还不支持打开该应用哦。
演中老年人嘛，这么苍老，你也不会年轻多久的啊。我是正常的就老了。你可以去看那些年轻的小孩儿啊。练老了我，怎么有点累？因为刚洗过澡。刚洗完澡，不是应该精神点吗？好难聊。龙二啊，惠州也降温了吗？惠州很冷啊，这两天惠州很冷，回音好大是吧？啊，因为没有什么家具现在。惠州穿短袖了，是的，是的。现实中你和龙二什么关系？啊，朋友关系，好朋友，也算是好朋友，我也不知道，啊，朋友关系，暧昧关系啊，没有暧昧，惠州哪里？惠州哪里？惠州惠阳。对，我对象是摩羯座，我说怎么这么白呀？这调一下，冷白皮啊，行，这样行。摩羯座和金牛座并不适合。我现在是偏那个白羊座，偏白羊座，很下饭，谢谢。那你应该找水瓶座。我其实我不太相信星座了啊，星座这种东西就是休闲娱乐。又白了一度。计划出小魔力专辑啊，最近一段时间可能没太多时间，因为最近在装修嘛。在装修啊。下次拍茉莉找你做演员，找你做演员干什么？手里还有你的照片条啊，谢谢。客串一下，都是找有名的人客串。你的眼睛有点红，因为我刚洗完澡啊。
我是昨晚认识你的。啊，是不是最近有人那个在抖音上又放了个片子？是不是？声音有点大。我就是被挺好的，这人都变温柔了，因为累，就是天气冷，然后就是洗澡就是水温调的特别热，一洗完澡就整个人就没劲儿。你选 gay 的要求，我选 gay 的要求是什么意思？我是来自台湾，欢迎台湾的同胞。得给我交版权费，不需要。同性恋还不明显无个。这个叫小疯疯的，你在表达什么？就这个叫小疯疯的，你在表达什么？现实当中有对象是的啊，就是看过你之前视频，你说喜欢什么？你说你喜欢什么的类型，什么样的类型，我也去选择别的，我对象是熊吗？我对象是个猪。一台猪。这不是熊二吗？是的啊。怎么界定熊和猪啊？张子晴，就是你喜欢的就是熊，你不喜欢的就是猪。你是说你不喜欢我吗？搬到别墅了，介绍一个对象给你，你喜欢什么类型啊？我这种，你多大了？我34岁。是不是交作业让你交的多？没有，最近那个搬新家，他没带油。这个能说的吗？29，在广州。这有啥不能说的？咱们鼻子下面是红红的，因为我这边过敏了。这边过敏了。调一调。你拿那个追一下吗？
个电，充电杆呀？充电没电了，手机干啥呀？你就是拿楼上上面充呗。我想向主播讨风，讨什么风？小茉莉2什么时候拍呀？有投资就会拍，我们所有的剧都是有投资才会拍。想要后边的蜡笔小新，可以啊。这个蜡笔小新是我400多买的，啊，今天就便宜点给大家，399。You drink beer, sometimes. I like to drink whiskey. 不是一个人，他俩不是一个人。还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回答什么？回答你什么问题？介绍个对象，介绍对象。你有什么特长吗？最近过得咋样？最近过得扎死个嗖嗖。有点累，今天有点累啊。你帮我介绍一个33岁龙哥也行，怎么沧桑啊？怎么沧桑？你要是靠自己活着，你也沧桑啊。就是你要是靠自己活着，你也会沧桑。就当你就是凡事都亲力亲为的时候，估计小大夫这2天没闯祸了。今天搬点东西，然后他又把那个别人刚磨好的那个腻子给磕了。眼睛怎么了？因为我刚洗过澡，刚洗过澡，然后水比较热，然后就充血了。你和龙二重逢那场戏好感人。跟我回家真的是哭爆了。跟我回家哪一点让你哭爆了？跟我回家哪一点让你哭爆了？我也是刷剧入坑的啊，这个没办法，因为我们不能做任何宣传，因为这个题材可能做不了宣传，所以我们本人就是挺无能为力的，这个东西得靠大家自己去挖啊。金星那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就是他表演的时候让他宣传了，是不是？他的那个内容里边啊。啊，你后悔？那场戏是我们即兴的。那场戏其实是我们即兴的。
我这嘴好红啊！好像你的故事，这都是我自己的故事，然后我觉得大多数的圈子里的人经历的都差不多啊。电影里有点渣，但现实当中挺美满。什么美满？罗二问中文，如果爱上直男忘不掉怎么办？就追他呀。直男就是你就喜欢直男就没有办法，你别隐藏，你就说出来，然后跟他表白，你挨一顿揍你就好了。挨顿揍你就放下了。什么时候上线？没有打算上芝麻三。我也喜欢过，结果人恐同。是的啊，现实当中幸福美满，爱一个甩一个，玩腻了甩一个继续。不懂你那种痛爱啊，有点搞笑，不懂你那种痛爱。这我怎么去诠释呢？就是不是染头吗？半个月白头发就长出来了。就我其实，在年轻的时候，所有的感情其实都比较短暂。这个短暂，我觉得主要原因是，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未来是怎么样的，就是现实中的我的年轻的时候的我啊。是一个比较有野心的人，就是我时常在感情里边，包括我现在在某一些感情里边，我都会有一点点就是要去规划自己的人生或者方向啊。可能跟不上的人，可能就会选择结束。就是我不是以感情为重心的一个人，有很多的计划，有很多的就是想法。对。就是我觉得可以让我恋爱脑，但是我觉得这个恋爱脑一定是他足够优秀的人。我爱一个人，其实最主要的也是因为他优秀，想着说俩人，我也会爱上一个让我优秀的人，我不太会选择一个不太适合自己的人。对。再点小弹幕，没有，他没在这儿，没在这儿。我的前任搬家了，躲起来了，拉黑我的所有，要去找他吗？不要。你没有错，所以你不用去找他。为什么躲你？他的太太爱上直男的痛苦。小茉莉是去年拍的。
眼睛红是因为刚洗过澡。现实中都怎么找对象？我咋一个人都碰到？要优秀吧，就是你要谈一段恋爱的时候，你首先你就要考虑，就是说，自己有什么，然后你需要什么样的人，就都要考虑清楚。我觉得很多时候那种就是没有规划的人，我觉得这样的人他可能，你要是这样的人的话，你就别怕受伤了，就很怕就是你又是一个没那么敏感的人，然后你又变得敏感了。我曾经是小学老师，因为他的太太关系，必须放弃小学老师。小学老师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只放弃就放弃了。配麻将就是会很腻啊。我吃麻将我就会觉得很腻，承诺不是随许诺。在剧里边，我想表达的一直都是，要成长。对，就是我想表达的，无论说跟我回家也好，芝麻也好，包括小茉莉也好，就是人都是要成长，必须得就是独立。虽然说所有的都是爱情故事啊，但是就是通过这些爱情让自己成长。你接受得了你现任和你前任？你现任和前任联系吗？我现任和前任联系，我现任和前任应该他们是死对头吧？我前任应该很恨我现任吧？可能会打架。忘记那个渣男，爱人先爱自己，是的，就是所有的爱情故，就是我的所有的剧里边，我都想鼓励主人公就是要，经历事情然后成长。那个店长真的还原了你的生活吗？什么叫还原你的生活？那时候真的，你收到专辑了是不是？那个专辑里边确实是这样啊。他太太拿着支票给我，并要求我永远离开他，因为他拿着我没支票，就是还原了你之前的生活。我之前什么生活？还原了我之前就是就是还原了我之前生活。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那些是就是真实的，然后就是真实的情况就是那样，是不是？就这个意思是吧？店长那一段有95%都是真实的，唯独有一点点不真实的就是那个店长现实中没有卡卡好看，现实中的那个店长是一个
又母又黑又高又胖一个熊。对，我挺害怕的。多久？没有啊，确实那个人啊，我觉得如果说当时的我，因为我不认为我之前是，就是我在遇到这个店长之前，我不认为我一定是直男或者是一定是 gay，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你进圈子的时候有一个你的天才，然后去指引你的话，可能你对圈子可能会迅速的去融入。但是就是因为我的指路人开窍的人，使我开窍的人，没有那么美好，所以就是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不想进这个圈子的啊。龙二性格真好，被安排去的是其实他还是对剧本有一些要求的。就他会挑角色，但是你像本来罗勇这个角色他不想接，他不想要罗勇，他觉得罗勇这个人物不好玩，是我一再要求之下他才接的这个罗勇，因为罗勇的戏份很重要，男主的一个角色，就是他就不情不愿地接下了这个罗勇。我爱上一个人，但自己脑补了好多，发现基本上，罗勇拍的挺好的，口媒体政治是什么？是口媒体政治，口嫌体政治，口嫌体政治。还能拍芝麻这么好感人的剧吗？有投资就可以拍。口媒体政是个成语是吗？什么意思？口嫌体他不是，他是我的理解就是他喜欢挑战不同的角色，他不喜欢演绎成不变的这么角色，因为他觉得罗勇可能没什么挑战性，对，他可能会更想演一个坏人，这其实跟我有点像，就是我们不喜欢被标签化，然后也不就更喜欢挑战不同的角色，就是因为挑战不同的角色很爽很爽。芝麻拍了多少资金？2部加起来100多，100多。早上起来，已经有18年了。哎呦我天！那您今年多大了？保持。已经分手18年了，你们在一起多久？母一演得来吗？也可以，就是我可能母一的话，我就是比较絮叨，就是那种又母，然后又有担当的这么一个就母一其实也可以的罗勇是华裔，龙二是华裔，龙二是就是中国人中国籍。
啊，他是不是中国籍我都忘了，好像是中国籍，好像是吧？就有点记不得了。他是东北人，但是不知道啊。朝鲜族，我们在讨论国籍，对他，我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中国籍，不太没了解过这个东西啊，进圈子要注意什么？要注意就是别进，对，就不要进圈子。进圈子其实一般人是有一点点难熬的这个圈子啊，难混。妻离子散不至于，你在剧里跟龙二配了呀？我跟好多个搭档都挺配的，你们没觉得吗？就是我属于那种百搭型的那种演员，就是谁跟我搭都可以，对。对我比较百搭，我觉得啊。你有没有喜欢上龙二？没上过，人肤感很强，挺上镜，好看啊。对啊，喜欢上龙二没有事。换人觉得不对劲儿啊，我老了是。因为在他们眼里，我还是那个周明磊吧，在他们眼里，可能我还是那个，就是郭孝军啊。很有感觉，对，我演小军那一年我26，现在快10年了啊，快10年了。你跟罗二一起去买衣服，估计挺火啊。生活的圈子不太一样，生活的圈子不太一样，就是我觉得做服装是他的一次挑战，他可能未来的重心不会在这边啊，他可能会有更远的一些规划啊。我以前是卖衣服，自从他卖了以后就没卖了。那我其实是一个不爱争抢的人，就是就我觉得他做我就不做，就是就希望他能做好。罗二在哪个城市生活？他不知道，现在我不知道他在哪个城市生活，好久没联系了。而且就是我们可能在剧里的互动会比较多一些，现在
没有新的剧，我们基本上就是彼此有彼此的生活，因为我也有谈恋爱之类的所以就是没有太多的联系。之前在佛山吧，他还在佛山。感觉他真的喜欢上你了，他没上过。哎呀，在佛山生活，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拍得太好了啊！为啥我觉得小芝麻剧情有点凌乱？小芝麻是什么？为什么觉得小茉莉有点乱？因为小茉莉她严格意义上她不是一个纯的恋爱片，她可能角色也比较多然后又是比较就是描写事业的这么一个片子对，就是角色太多了。谈着现在对你好啊，才进入酒吧是吧？酒吧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但是喝酒伤身体。就是结局在大梅沙，是的，我不知道那个是大梅沙还是小梅沙，就是人比较多的那个是大梅沙，是不是？34岁。34岁。眼睛怎么了？眼睛因为刚洗过澡。在你的要求范围之内，有点莫名其妙的感动，感动倒不至于。我觉得所有的圈子里的人其实经历的东西差不多，就是那些事儿，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点相同。所以你们看我的这个片子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共鸣感。这其实也就是说。被大家就是讨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他是留日企业家第2代。
靓仔，仔仔，仔仔，仔仔。是不是被液体烧到了？真名吗？还以为叫小军，都不是，这两个都不是。我真名字叫范勇，我是范围的范，永远的永，范勇。除了抖音我都不愿意直播呢，其他的更没有。五官怎么那么好看？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好看的人，我觉得自己是顺眼的，还行，是比较顺眼的。你要说好看的话，我觉得我对我的眉毛不太满意。就是我比较喜欢那种就是囧字眉，就是我不喜欢自己的眉峰，我喜欢就是囧一点的，就这种。就我喜欢这种就是耷拉眉，然后喜欢这种就是可爱一点的眉毛，淡一点，对，就我喜欢这种眉，就觉得很可爱，就我现在就会觉得自己眉峰太高了。对，就眉峰高的人，就是会有一点点，就是过于精明的感觉。就是我喜欢就是这样的挺好看的。就因为我平时都是这样，就是我总生气嘛，生气我就这样，怎么啦？就那种，就是凶嘛，你知道吗？讲故事吧 ，Old King 出来啊。小大夫睡了吗？小大夫没睡，但是因为他手机没电了，然后他就在楼上，就是我给你发一个图片，我收不到，没有关注，我没有关注你，收不到。今天有人播芝麻回家是吧？播呗。我不太关注什么，就是什么版权这些那些的，就无所谓的。我尝过分手的感觉，现在我不敢交。没有，因为我刚洗过澡，刚洗过澡，所以就是热水，然后就是冲血了，属于啊。就这上面头发都已经白的差不多了，你们能感觉到吗？上面头发也白了好多，就是一翻这个头发，你看全是白的，就是因为真的是老了。你们能感觉到吗？全是白头发。
34岁年纪真不大。就是因为你就是你要靠自己啊，对吧？其实你人生如果说你是一个比较操劳的一个状态的话，你就会老。就我觉得就是你们现在看谁长得比较年轻啊，然后他的状态比较年轻啊，其实一定是他生活当中有人在给他去抵挡一些生活的苦楚啊之类的，他的命比较好，就是他生活当中不那么操心。像我就是会属于那种，就是什么事都是自己扛的那种，所以就不太一样，所以我老的就比较快嘛，正常的其实你们会看到那种就是结过婚的34岁的那种直男，他们也比较老，因为就是特别是上一辈的人，就是咱们就说80后吧，80后其实很多都是靠自己起来的嘛，所以就是，我觉得我这种老是正常的。相反的那些就是圈子里的人，他们不老，我觉得是生活当中有人，就他们挺幸福的，不一样的。打个哈欠抽筋了，行，打个哈欠抽筋，那挺吓人的啊，这抽筋了就别脱臼了。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一打哈欠，我就岔气，那段时间也是身体特别不好，就是我那段时间是打哈欠岔气，就这边就特别疼，你喜欢周杰伦的歌吗？相对来讲的话会比较喜欢吧，但我不是特别追某一个明星，我就是什么歌我听。可以说一下怎么让卡卡演店长这个角色的吗？卡卡那个时候现实当中跟我是朋友，然后我们现实当中要拍芝麻的第一个桥段，就是我要在餐厅里打工，我是一个服务员的一个剧情。然后卡卡是我现实中的朋友，他又开了一个餐厅，所以就说去他那个店里面去拍几场戏，然后顺便给他做宣传。我说有一个角色戏份不多，大概几场戏就完事了，就属于一个客串的一个角色。然后我说你要想宣传你的店的话，你就来演，你要不想宣传的话，我们帮你宣传，但是效果没这么好。就这样他就答应了之后，其实他这个角色其实是一个戏份特别少的一个角色，没几个片段就结束了。后来是因为我们制作的，就是我们在北京，我认识了一个制作公司的一个老板，然后他也是这个圈子的，他知道我们拍剧，给我们很大的支持，给我们借我们场地，然后又找了一个也是圈子里的一个剪辑师，然后那个剪辑师就在剪这个片子的时候，他就对卡卡一见钟情。后来就本来卡卡是一个非常打酱油的角色，在他的剪辑之下就成了
其中的主角之一了，所以就是他原本没有这么多镜头的，他没有这么多镜头的，因为他就是一个打酱油的角色啊。严格意义上，芝麻也是只有三段的感情啊。就像我剧情上说的，就是店长其实是连周明磊的一人都不算，演憨憨，他现实当中呢是个憨憨，卡卡现实当中就是一个有点像王志远，就是有一点点就是做什么都不太成人的一个头脑可以这么说吗？就是现实当中的就是他就是这样的不是土质，他现实当中他就是有一点，在我眼里卡卡不是一个聪明人，对，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你不都说了吗？对，就现实当中他就是一个比较就没有太多的智慧的一个人对，少白头吗？我不是少白头。现实呢，是也挺励志的哈。对我现实当中比那个剧情还励志。我觉得我现实当中要比剧情还励志吧。我现实当中就是我从服务员，一直做到今天，我觉得算是励志，比剧情要励志。我昨天还跟小大夫说，我说真的很像做梦一样，就是当时就是因为喜欢的第一任，然后怕他在北京吃苦，所以就开始直播，然后就是一下就是天翻地覆的生活啊。白头发比较多，我现实中比较老，现实当中看着像50多，这个是周边的人对我的一致的认证就是身边人会觉得我像50多。成就是真实的吗？我觉得比电视剧要更夸张一点歌名是谁感觉？主播走来一路上娱乐。图图小茉莉吻戏是不是删减？小茉莉有一场吻戏，就是卡卡跟那个小冷卡卡跟小冷有一场吻戏，但其实那场吻戏就是完全没必要，
我为什么要安排那场吻戏，是因为卡卡和小冷，他俩就是一直找不到演情侣的感觉，所以我就让他们吻，就是亲亲亲亲，然后就能找到一些感觉啊。也遇到很多贵人啊，遇到，对，我遇到很多贵人，但是贵人，我觉得贵人只能给你，就是给你指路啊，或者说怎么样，路还是要你自己走，对，就是他一定是你自己走的。就我最近一段时间就是会，会梦见龙二嘛，就就是梦里梦见他嘛，就是还这可能是因为直播的时候大家总提，我就梦见了，也很久没联系，然后我醒了之后，我就想说给他发一个消息，但是还是不太好意思，因为我觉得好像你自己也有男朋友，发一些就是什么我梦见你这种很奇怪呀，对吧？就像前一段时间那个卡卡也是梦见我了，梦见我然后给我发，然后可能卡卡就是特别热情的就跟我说，哎那个梦见你了，然后梦见咱俩在接吻之类的，我就特别尴尬，我说哈哈哈噩梦，我就会联想，我就说，我就联想我说，我就联想我说我要给那个龙二发说我梦见你了，龙二也会说，也会说是吗？呵呵，但是其实心里想也在想很尴尬，真是。就我觉得人还是你演戏，你还是要出得来啊。万一龙二也梦见卡卡了呢？他俩现实当中，龙二的感情是不是挺曲折的？什么算曲折呢？就是熊子路，他有对象吗？我不知道，这个是属于别人隐私。卡卡说他想和龙二演对手戏。卡卡说他想和龙二演对手戏。他俩在剧里边也演过了啊。至于说其他的时候，其他的时候那个叫北辰啊，北辰。卡卡想跟龙二演对手戏，我觉得卡卡要确定自己还有戏拍再说。对。剧中的你，感觉你真的喜欢上他了？剧中的你，我也怀疑龙二可能暗恋你。不太会，我们现实生活就是都不在一起啊，都不在一起。戒烟了吗？我们只有拍戏的时候会抽两根啊，就是或者喝酒的时候会抽两根。我们生活当中没有抽烟的习惯啊。我生活当中抽烟喝酒我都不太会上瘾。希望你们现实生活中希望在一起，也不太可能。我觉得至今单身的原因是什么？
我不知道他单不单身，对，对，就是我不知道他单不单身，据我所知，他应该，我觉得他感情也没那么需要吧，不是我觉得就是我俩就合作的挺好的，就是如果说就是想对方了，就拍一部戏呗，就是没必要真在一起，对不对？对吧？龙二性格跟图图差别好大，就完全不是一个个性的人。对，我俩性格相反，对，我俩相反的厉害。就是我是就比如说我平时是个外向的人，但是我偶尔我会变得伤感，但他呢平时是一个内向的人，喝完酒他变得开朗，就是包括对待生活呀，我可能更注重的是物质啊，他更注重生活之类的，就是内在啊之类的，不一样，我俩其实不太一样。现实中，我现在没做淘宝，他爱你，就是我跟他真的不太一样的，就是很多对待很多事情的看法也不一样。但正因为我俩不太一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俩是合作起来会比较的互补。我俩就属于有的时候就是彼此是会依赖和欣赏对方，对，就是不太是那种就是暧昧的那种，但是是那种就是我生活当中，对于龙二来讲的话，他可能生活当中可能需要我这样的人，就可能是这种状态，但是我们真的没有那个想法，淘宝先不做。挺感人的，酒吧不做了。就我每次就是大家在直播上提起就是我俩怎么的就在我的心里边，就是我会觉得说就没有达到那种感觉，而且就是我其实有点更喜欢的陪伴龙二的那种状态，其实是那种就锦上添花吧。我觉得有的时候会帮助到他，我就帮他，然后能帮到他，我其实也满足了我的那种大男子主义。而且他确实一个比较优秀的人，对。龙二谈过几个朋友，不确定，不清楚，因为我们就是再熟，我们也不会聊这些东西，对吧？就是我们其实会聊，但是不会聊那么多是这样，就是我不骗大家，就是我们可能会聊他某一段感情，但不太会聊什么我谈过多少段，你们要知道，就是反正我
我从进圈到现在，08年进圈一直到现在，我都已经进圈10多年了嘛，我都谈过好多，我都记不得了，我都谈过好多人。所以就是我觉得谈恋爱谈得多，不代表他乱，可代表他，是一个比较不确定自己，就是他不确定自己的一个人，就是怎么能表达更精准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比较漂泊的一个动荡的一个心态的情况下，感情就不会那么稳定。为什么我跟小大夫在一起能超过2年？因为小大夫赶上了我人生比较平稳的一个阶段。这回你们能懂吗？就是可能在30岁之前的我不是一个安稳的状态，所以我谈恋爱就不太会长久。真的就是你看小大夫就在我31岁他出现，30多岁的我其实个性上包括事业上包括生活上相对的稳定了好多了。不是懂得珍惜，是你我现在依然也没有觉得说应该珍惜什么，因为说一句特别张狂的话，就是感情，我的感情其实是不缺的一个状态，就不太会因为没有感情而去珍惜什么，更多的是你的生活状态，你就是一个平稳的状态，你就不太会在感情里也不太会太折腾，算是比较久，他是最久的。燕芝麻是多大？燕芝麻是30岁，都没用让你难过的吗？谈那么多，都没有让你难过的吗？所有感情分开我都会难过，难过不代表着就是说你不分开，或者说你下一段感情你就不分开。我觉得所有的感情结束都会难过，对，就所有的感情结束都会难过。一部大概花50万左右，对的，就石头，我跟你的想法是差不多的，就是不合适就要分开的。我是这样的，我是这样的人，就是我可能在一起一段时间，我会发现矛盾比较多，然后彼此又没有太大的问题，我就不会要求对方或者要求自己去妥协，可能就会试着找寻更适合自己的人。我是这样的人。现在我跟小大夫为什么能长久？其实，因为我们前期太匹配了。就是我们前期的时候，小大夫是一个完全包容我的人，所以我们就比较匹配。现在呢，我们又有感情基础，然后现在有的矛盾又不是大矛盾，所以我们还在持续的在爱对方或者欣赏对方，对，所以这也就是我没有分开的原因。我怕再次受伤。那你18年不谈恋爱，就你真的好吗？对吧？就是
18年不谈恋爱，你会不会觉得你错失了好多？就是人生你不能怕什么，然后你就不去接触什么。相反的，就是你可以换一种恋爱的方式，或者说类型的人，对吧？吵过什么比较严重的架吗？其实都不算是特别严重就可能就是闹过一次分手，闹过一次分手，就是因为过年的时候，然后他没跟我妈妈一起吃饭，然后因为今年过年还跟情人节离得比较近，然后情人节那天他也没跟我一起吃饭，就我因为这个事情比较生气对，我就因为这个比较生气，所以就是决定分手过一次，但是还是没分成，其他的没有。对，我妈妈会支持我。对，分手对方挽留，你会孤单分手，还是带入更多？看情况对，还是看情况。看情况，我觉得这个不能一概而论。其实我思想比较传统，因为我会觉得一些节假日的时候，两个人还是要在一起的，就哪怕两个人什么都不做，也是要在一起。对。但是小孩子他可能想的就比较少，他不注重这些东西。就比如说情人节，情人节那天，我一直想的就是俩人一起出去吃点东西，但是情人节当天晚上8点多他才回来，就是他8点多才回来，所以晚上8点多就餐厅都关门了，所以就这是我比较生气的点。老二什么时候直播我不确定。如果分不了手，才知道对方如此重要。我可能说一句就是比较现实的话，我还是会觉得说你的整个人生的状态不一样。有的时候你就是有某几年你就是特别忠于谈恋爱，但是可能经历了一些事儿之后，你可能更注重的是生活的真实的体感，然后你整个人会沉下来，你会没那么上进，你会更享受，你会贪图现在的宁静。那个时候你对待感情，其实你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就是当我注重事业的时候，我就会想着说，我不要一段拖累我的感情，而且那个时候可能整个人都散发出一种需要新鲜的人际关系的一种信号。但是可能现在的我就给大家感觉就是我有男朋友，然后约我不出去没有太大的上进心，工作太远不去，就这种。
圈子里好多人开放式关系，所以我不太懂嘛。就是我觉得是有些人，有些人他的生活态度我不太懂，可能我到那个年纪，或者说我经历了跟他相同的事情以后，我会懂一些起码我在现在我都不太懂开放式关系在追寻着什么，对吧？你觉得动过手打过架的两个人分手之后还会重新在一起吗？我觉得动手打架这个事情，看是什么状态吧。对，看是什么状态就如果说他殴打你，那我觉得不太可能殴打你就是虐待你、殴打你，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奇怪了开放式关系就是装都不想装了。到现在我都不太懂开放式关系。直播间里现在124人，有没有开放式关系的？直播间里有124人，有没有开放式关系的朋友扣一，我们来采访一下。直播间里有没有开放式关系的朋友，请扣一，我看看有多少人开放式关系了。直播间里有多少人开放式关系，请扣一，我看一下有多少人已经开放式关系了，有没有？就是有没有？我直播间里没有开放式关系吗？因为洗过澡，开放式是合适吗？我不是。我直播间里没有开放式关系的。开放式关系就是两个人，可能没有性方面的维系了，可能彼此都出去分别找其他人，但是又不结束恋爱关系。其实我不太理解，对，我不太理解，就是我接受不了对啊，就是我在我的认知里边，我跟你们一样，就可能是一个比较初期对感情的一个态度对啊，我会觉得说就分开就好其实我主要会觉得说你开放式关系开放式关系，那以后两个人在一起要不要做预防呢？对吧？就是如果说你在外边乱搞的话，是不是？就是我觉得最主要就是染病这个事儿而且就是真的有必要维系这段感情吗？对吧？就是大家还是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嘛，对吧？能保护爱上别人。
对，就开放式关系我不太懂。我没有心事，我就是单纯的累，就没有心事。因为洗完澡，它热水比较热，然后洗完澡就是，会比较整个人就沉下来了。事业呀，我觉得事业不太懂。我可能因为我一直都觉得开放式关系其实是不太理解的，但是我能理解的一种方式就是什么呢？所有的关系都是两个人的去维系的。如果说你不喜欢我了，你跟我说，可能我当下我可能会比较难过，但是我会劝自己尽快的走出来，然后我也会果断的先结束关系，然后自己慢慢去走出来。这是我一直都觉得说，所有的感情都是要基于就是两个人是互相喜欢的。如果说一旦有一方你不喜欢了，你一定要告诉我，咱俩就分开。无论说我能接受不能接受，我自己慢慢去接受。这是我，哪怕我再难过，我也会分开，我不会委曲求全，我也不会就是假装没事人一样，我不会。我是这样的人因为我还是那话，就是反正我在 gay 圈，我可能会找对象还比较容易。对对，就是我找对象，我觉得没有太大难度可能是好坏之分嘛。但是你找一个喜欢你的人之类的，我觉得很容易吧。在新疆是的，所有的感情，我觉得大家都是要真诚。你很舍不得也会放弃吗？对，我很舍不得，我也会放弃。就是我不太会那种，对，我不太会。比较喜欢孤独，有个人空间。分阶段，就是你阶段不同，你需要的不同。对，我起码到现在我都会觉得说，我现在跟小大夫在一起，我会觉得没有空间感，有的时候也烦，但是习惯了。如果说就让我一个人现在去面对生活里的一些东西的话，我可能会有点不适应。对。但是如果说有一天我可能去北京了，我换了一个环境，可能我就可能又是另外一个状态。就像电视剧玩一个甩一个剧情就是那个芝麻的剧情，不是你看到的这个剧情。芝麻的剧情，如果说你的理解是这么粗浅和片面的理解的话，我觉得你就没看懂芝麻的剧情。就是
就如果说你觉得芝麻是这样的一个剧情的话，那我觉得你在感情里面，你起码你都不理解什么是感情，或者说不理解别人啊。台语歌啊，是的，找10个，我现实当中我不止啊。不是啊，我感情生活比较多一些啊。但你感情生活多也不代表就是说你很受欢迎之类的，或者说你就是很受人追捧啊之类的。感情生活多其实代表着就是你那段时间你对待感情的状态，你是需要爱的啊，你需要接触那些人，需要陪伴，需要经历，对，不一样的。现在整体的状态就是，我现在每天都是房子、车、贷款，就这个是我生活3项：房子、车、贷款，就这3项是我生活当中最重要的啊。是的。超过10个了吗？他们都是官方，但是非官方的更多啊。我在感情里边有很多的就是不算是恋爱的一些接触过的人啊。如果你的爱人，因为我就是很累啊，我就很累啊，这边还过敏了。很累。爱人是身障人士，你能接受吗？什么叫身障人士？歌音乐网、音酷狗都可以。会有后续吗？可能会找一些投资人会拍，对，我们需要投资人。可以啊，那我今天就早点休息。你的歌是谁帮你写的？都是我自己写的。对象偷吃到现在都没回来，还说开会，其实我早发现了。那你想怎么解决？空城，你想怎么解决？残疾人士啊，麻木了，好，在下播之前给大家插播一些广告啊，稍等。插播一下广告现在广州地区的小伙伴们知道，就是广东地区的小伙伴就是都知道，现在天气冷了我现在也开始穿长袖了，穿长袖了。
然后我这边还有，当时织毛衣的时候有一些衣服，然后一直压在我手里边。如果说大家需要的话，可以私信我购买。我给大家试一下，啊。太胖了。这个衣服它就是可能号比较小了。给大家拆一下啊，这个在织毛衣里边你们能看到这件衣服，这是新的，这个是3年前的，3年前这个衣服卖199还是179，因为是3年前的，然后今天卖给大家100块钱，100块钱，大家就可以拿走啊，100块。这个是我给第3任创立的一个服装品牌，叫浩康，大家有需要的啊，有需要的可以跟我说啊。这样的一个感觉啊，现在的天气穿刚刚好，就是广东地区，广东地区大家可以穿。这个尺码不全了啊，XL 号，也就是你在180公斤，你像我身高是1.75米，然后187斤，我穿这个号是刚刚好的啊。我是1.75米，然后187斤啊，180。对，100，我是87，我是88公斤，是170，我是174，174斤，对，现在应该是178斤啊，因为我这2天还胖了点。就这样，就是一个特别简单的这么一个小卫衣啊，就是大家有需要的话，这个 XL 就这一个了。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我就把这个给卖给大家啊。然后那边还有4XL 的，就是稍微胖一点的人，你可以就是买4XL 比较多啊。然后其他的就是尺码就比较少啊。就这样，我就播到这儿，我就下播了。这件衣服大家有需要的，个子比较就是跟我差不多的我就给大家就大家别嫌弃，因为就这一个号小号就这一件儿，这都4XL就是200斤左右200斤左右好，那我就下播了，我就下播了。175，对175，175穿这个号就行。下播了。100块100块，大家就是私信我把你的电话地址、姓名发给我，100块然后就是咱们这个买这个衣服可以送那个签名照片，因为我前2天去深圳，把那个打印机拿过来了。所以就送那个签名照
太累了，太累了啊！拜拜，拜拜，我也要下班。